美丽的东南亚有唯一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老挝，但上天却给这个国家奇迹般的生命之河。这条东南亚的第一长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澜沧江，奔腾出境后称为湄公河。但今天时代的浪潮正无声地改变这一切。湄公河，这条滋养着6国数千万人口的亚洲母亲河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变化，水位年年降低，鱼群逐年减少，而依靠捕鱼为生的人也逐渐从河面上消失。他们或转行为农，或远赴城市打工，还有一些人坚持着祖辈留下的技艺，苦撑在水与岸的缝隙之间，成为被时代遗忘的最后的捕鱼人。在这条大河上留下的不只是自然变迁的痕迹，更有人的挣扎、记忆与情感。他们的故事不是新闻头条上的热点，却如同河床上的卵石，在水流冲刷中显露出最真实的纹理。也许未来几十年后，捕鱼人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在当下，他们依然用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方式与大自然达成和解。本期我们将走进湄公河，从一个个捕鱼人的命运讲起，追溯他们如何成为湄公河的孩子，又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选择留下或离开。在过去几十年中，湄公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，更是一条贯穿文明与生活的血脉。然而这条大河的命运，如今却被钢筋水泥与政策规划改变得面目全非。湄公河的源头在中国云南，绵延4000多公里，穿越6国，最终汇入南中国海。过去，它是自由流淌的生命线，维系着无数渔村的生计。但近年随着上游大量水电大坝的建设，湄公河流域的水文节奏彻底被打乱，白天蓄水，晚上放水，昼夜之间水位差可达数米。而这种变化直接摧毁了捕鱼人最依赖的生态信号。许多鱼类依靠雨季洄游产卵，如今洄游路线被切断，种群数量急剧下降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整个湄公河下游区域的渔获量较20年前下降了近60%，某些特定鱼种甚至面临局部灭绝的危险。捕鱼人曾经依赖的一片洄游鱼热区，如今水浅滩河，他们只能将船划得更远，但油费上涨、老龄化问题让这变得越来越难。渔民的贫困并非抽象的词汇，在河边村落，许多家庭年收入不到$500，他们没有医保，没有养老金，也很少有银行账户。捕鱼人属于制度的边缘群体，政策覆盖常常缺位。近年来，一些国际组织尝试推动可持续渔业与替代生计方案，比如培训他们做导游、学习手工艺，但效果有限。更棘手的问题是跨国水权的博弈。湄公河上游国家修建大坝，获得能源收益，下游国家如柬埔寨、老挝、越南却要承担水位不稳、渔源减少的后果。这种不对称使得区域协调困难，渔民成为博弈下的最小声音。在这一切变化下，年轻人几乎全部离开。过去渔村的孩子会在放学后帮助家里编网、划船，现在他们去金边、曼谷、胡志明市打工。捕鱼被视为没有前途的职业，也成为代际之间的断层。有些人试图留下，试图改变，但这种努力微不足道。传统捕鱼人面临的不只是生存危机，还有身份的消亡。他们的语言、技术、生活方式、信仰系统全都建立在对水的理解上，而当水不再自然，这一整套生活逻辑就难以为继。如今的湄公河，白天看似平静，但夜里你会听见水位骤升时河岸崩塌的声音，听见渔船撞上干涸河道的呻吟。这是一条河的告别区，也是一群人与生计的最后对话。在这个看似无人关注的角落，正在上演一场悄无声息的生态与文化巨变。在老挝最南端的边境小岛上，捕鱼人世代居住在这里。44岁的卡努是岛上的捕鱼能手，每年都能从激流中捕获起相当数量的鱼。他每天都要到雨林里面的大瀑布去捕鱼，鱼是他们家重要的食物和唯一的经济来源。每年的雨季是他捕鱼最重要的时候。
今年的雨季已经到来了，卡努今天要前往雨林深处的捕鱼点，希望在那里可以收获到足够多的鱼。雨林里的瀑布是岛上最重要的捕鱼地点，到瀑布的路程不算远，但需要穿过一片茂密的雨林。雨林中潜伏着种种危险，生活在这里的捕鱼人最了解适者生存的道理，他们充分利用着自然赋予的一切。卡努并不急于上到主坝，经验丰富的他知道，上午是鱼最少的时候，而他要确保每一次冒险越过汹涌的激流都能有所收获。今年的雨水非常丰沛，溪流很容易把辛苦建造的竹坝冲垮，捕鱼人每天都需要仔细的检查。卡努从小就跟随父亲在危险重重的瀑布捕鱼，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片水域，只有这里的捕鱼人才知道如何在洪流中获取食物。祖辈们传下来的不仅是这种古老的捕鱼方式，更给予了他们在这片险恶环境里生存的本能。补好被礁石撞坏的小船，卡努准备出发去竹坝了。竹坝上的鱼还不够理想，卡努决定再等一等。不断有鱼被冲上竹筏，其中还有不常见的虎头鲨，这让卡努觉得是时候冒险一试了。卡努结束了一天的捕鱼，今天的收获也让他看到了雨季的希望。湄公河与这里的人们亦敌亦友，懂得自然之道的老挝人早已学会了如何与这条河流共处。在遍布激流瀑布的湄公河，捕鱼不仅艰苦，还暗藏杀机，有时候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死亡。距离卡努下游20公里的另一片群岛，40岁的萨姆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猎手，他曾经捕获过这里最大的巨鲶，这也是市场上价格最高的鱼种。捕获巨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需要同伴孔恩的协助才能完成。到达群岛需要驾船穿过复杂的水域，平静的水面下暗藏杀机。萨姆曾在这个河段因为水草缠绕而让小船失去动力，差一点就被带进了瀑布之中。潮湿闷热的雨林蚊虫肆虐，但这并不是萨姆和孔恩最害怕面对的。他们需要在这片与世隔绝的边境群岛待上一整个雨季，忍受着远离家人的那份孤独。来这里捕鱼很危险，这里有很多的蛇，但在这里有可能捕到巨蜥。不过和萨姆一起，他会觉得很安全，因为他有很丰富的经验。萨姆和孔恩并不是这片岛上唯一的捕鱼人，还有和他们一样冒险来这里捕鱼的渔民。每年雨季的时候，这些捕鱼人远离文明世界来到这里，在雨林里建造起简易的吊脚楼，这也是他们临时的家。捕鱼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河中检查旱季时建造好的竹坝，还需要固定好连接竹坝的绳索。整个雨季，萨姆都需要用这根绳索不断往返雨季流间，这是他唯一的安全保障。巨大的水流不但能将鱼冲上竹坝，也会将垃圾一同带上来，还可能撞烂伐木和要收获的鱼。捕鱼一直都很危险，但现在的鱼越来越少了。可是除了捕鱼，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旱季也需要做很多事，要在这里建竹坝、放鱼笼，只有先把这些事做好了，捕鱼人才有可能捕到鱼。萨姆事先放好的渔网有些问题，激流已经将渔网冲出了水面，这样渔网能捕获大鱼的机会也减小了。在重新调整渔网位置的时候，萨姆发现已经有鱼落入到陷阱中，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。这个用几根竹竿搭起来的木棚是萨姆和孔恩这一整个雨季的庇护所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，他们一无所获。和萨姆一样，其他来这里捕鱼的人也会在这里待上一整个雨季。每天他们都会早早地来到河中检查自己的捕鱼工具。清晨与黄昏是捕鱼人前往竹坝收鱼的最佳时间。萨姆也需要查看自己的收获，可是并没有他们想要捕获的巨鲶。但相比其他的捕鱼人来说，萨姆和他的同伴也还算幸运，毕竟不是所有捕鱼人都能安全地活着，还能捕获大鱼。在湄公河的许多村庄，捕鱼不只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一种代代相传的手艺。这些技艺源于对自然的敏感观察和长期实践。
不写于纸，也未进课堂，却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捕鱼人的骨血里。刀叔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水眼师，所谓水眼，就是通过观察水面的光影、波纹、颜色与流速，判断鱼群的走向和种类。水转灰，底下多是白脸，若泛黄泡泡，那就是罗非鱼。刀叔指着河面缓缓解释，像在讲述一段神秘的咒语。这种对水流、风向、月相的理解是一种无声的智慧。然而，在科技化和工业捕捞的时代面前，它却变得不堪一击。以前一网下去是拼经验，现在是拼引擎和声呐。捕鱼人说起工业渔船，满是警惕和不满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装备先进的外来渔船闯入他们传统捕鱼区域，以高效率大面积围捕方式将整片河段的鱼一捞而空，传统渔民的竹筏和小网根本无法与之竞争。与此同时，环保法规也在限制捕鱼人的活动。为了保护濒危鱼类和河流生态，一些区域被划为保护区，禁止捕鱼。这本是有益的初衷，却因为沟通不畅和缺乏替代方案，反而让依赖捕鱼为生的家庭陷入更深困境。除了技术上的传承，捕鱼人还继承着一些与水有关的仪式与信仰。在简老边境的一处渔村，每年4月会举办水魂节，渔民会将头一网鱼放生，并燃香祭拜河神，祈求一年的丰收。这样的传统仪式如今逐年减少，但对仍参与的人来说，它是人与自然之间最后的对话形式。然而，在越来越强的现代化冲击下，这种人与自然、人与记忆的紧密关系正被切割得支离破碎。湄公河表面上看是一条流动的水脉，实际上也是一面映照社会结构与家庭关系的镜子。每一艘渔船上，不只是捕鱼的男人，还有在背后支撑家庭运转的女人与孩子。他们的故事往往被忽视，但同样构成这条河流文明的基理。在河边的一个小村落，我们遇见了捕鱼人的妻子，也是渔夫中的一员。她皮肤粗糙，手上常年裂口，却仍习惯早上4点起床煮饭、洗网、收鱼。她很少上船捕鱼，但整个家里的经济与生活节奏全系于她一人之手。男人在前面撒网，女人在后面撑家。渔网破了，女人来捕；鱼卖了，钱是女人管；孩子的学费是女人去及时卖鱼换的。这是大多数捕鱼人家庭的生活写照。这种男捕女受的分工，在湄公河沿岸的渔村几乎是一种默契的制度。男人更多与自然对抗，女人则承担繁复而细致的后勤工作。这种性别角色划分虽传统，却稳定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运作。然而，随着捕鱼收益减少，家庭的性别结构也悄然改变。一些男人远赴他乡打工，将妻儿留在河边，而另一些女性则不得不挑起整条渔船的重担，成为女船长。近年来，女性渔民的数量在悄然上升，特别是在丈夫缺席的家庭中，她们成了生计的主力。这既是经济所迫，也是传统性别角色被重新塑形的过程。与此同时，环保法规也在限制捕鱼人的活动。为了保护濒危鱼类和河流生态，一些区域被划为保护区，禁止捕鱼。这本是有益的初衷，却因为沟通不畅和缺乏替代方案，反而让依赖捕鱼为生的家庭陷入更深困境。在这种双重压力下，捕鱼技艺的传承愈发艰难。许多渔民子弟不再学习撒网、修船、编鱼篓等手艺，他们的父母也不再强求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技艺已经无法养活一家人，甚至成了包袱。除了技术上的传承，捕鱼人还继承着一些与水有关的仪式与信仰。传统技艺不是无用的符号，它包含着地方知识体系与生态伦理。如果没有合理的承接机制，它的消失将不仅是一个行业的终结，更是文化生态的失衡。也许未来捕鱼将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，而不是生活中的真实景象。但在今天，还有人在坚持那一张张亲手缝制的渔网，一次次撒向未来未明的水面。近年来，湄公河上游修建的大型水电大坝数量迅速增长，
据湄公河委员会数据，仅中国境内的上游段就已建成11座大型水坝，而老挝正在建设更多，试图借水电出口实现国家经济的腾飞。这些大坝从能源角度看或许具有经济效益，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。它们打断了鱼群的洄游路径，改变了天然水流周期，也影响了沉积物的下泄，导致下游水体透明度下降，水温升高。更严重的是突发性的人工放水，有时一夜之间河水暴涨，船只被冲翻，渔网被毁。渔民对这种无法预测的自然感到无助，他们所熟知的经验法则正在失效。大坝不是唯一的问题，工业废水、农业农药的流入加剧了水体污染，水体中溶氧量减少，导致多种鱼类无法生存。原本在柬埔寨下游极为常见，是高蛋白的重要食物来源，如今这类鱼已连续3年在市场上绝迹，河里只剩下一些小型杂鱼，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都远不如以往。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丰富度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。湄公河原有超过1100种鱼类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内陆水系之一。根据联合国2022年生态报告，目前已被确认濒危或灭绝的鱼类超过60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生物多样性的流失是一种静悄悄的灾难，它没有地震的轰鸣，也没有洪水的淹没，却在不动声色中改变了整条河流的命运。而曾被誉为亚洲的脐带的湄公河，它穿越中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和越南，养育了上亿人口。但如今，这条曾经丰饶的大河正在慢慢干涸。湄公河水量减少的背后，是一系列复杂的生态与政策因素交织而成的困局。生态危机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议题，而是实实在在改变了无数家庭的饭碗与未来的方向。在城市灯火繁华背后，是湄公河上那些被时代淘汰的身影。越来越多渔村子弟选择逃离，他们涌向金边、万象、清迈甚至曼谷，成了建筑工人、摩托车快递员、饭店服务生或工厂流水线操作员。我在城市一天能挣20块，顶我爸打鱼1周。来自柬泰边境的青年低了说，他18岁那年离家，从没回过河边。但这种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，大量渔民子弟缺乏教育基础和城市生活经验，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低技能、高强度的工作。他们居住在狭窄的出租屋里，朝9晚10地打工，生活并不轻松。我以为城市有空调、有 WiFi 就能幸福，低了苦笑，结果老板扣工资，住的地方比我家船上还热。而更糟的是身份问题，很多水上人家没有正式户口，无法注册城市身份，不能享受公共医疗和教育，这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半透明的尴尬地位，既不能融入，也难以回头。在泰国湄公河支流的一个村庄，有青年开设了水上民宿，改造旧渔船，让游客体验做一天渔夫的生活。这类项目虽规模不大，却提供了新的方向，让传统渔业融入服务业，让文化转型为资源。当然，这种创新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，如资金、营销、环保审批等。但对这些新一代捕鱼人来说，至少找到了一个既能留在河边，又不被河水吞没的办法。他们或许没有政策话语权，没有微博粉丝，但他们的生活曾为这条河注入鲜活的灵魂。现在，当这条大河逐渐沉没，我们是否能听见那些曾在清晨和夜晚摇橹撒网的呼吸声？今天的我们，面对着信息化、全球化的迅速变化，往往难以驻足回望那些逐渐消失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这些正在消失的文化与记忆，正是我们通往过去、理解人类多样性的钥匙。在湄公河的水面上，曾经的捕鱼人已渐行渐远，我们的记录也许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，但至少为他们的生活留下了一个印记。或许，这就是历史与人类情感最真实的模样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找寻一个能够永远铭记的地方。
像煤工和捕鱼人这样在危险环境中艰难求生的传统职业还有很多，你认为他们应该坚守传统还是拥抱现代化？现代社会对待这些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讨论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。